这个女孩睡个午觉，魂魄就在睡梦中被黑无常给勾走了。到了地府后，在判官宣读她的死亡信息时，这才发现死亡信息与她完全不符。白玲珑82岁高龄，而她只有28岁。哎呀妈呀，搞错了，竟然勾错魂。所以我还能回去吗？父母在我10岁就被二叔二婶陷害死亡，我从小寄人篱下生活，用了10年时间才夺回家业。我不管，你们要把我的魂魄送回身体里。满腹怨气的他在地府大闹，将阎王殿闹得野鬼恶鬼乱窜。你所在的世界发生变故消失了，你的魂魄回不去，倒是可以给你安排一个去平行空间重生的机会。在跳入重生轮回道前，他还从阎王手里抢一枚小神器当赔礼。这东西原本挂在阎王的腰间，外形模样像个平平无奇的戒指，但他一眼确定这玩意儿不简单。白家妮子，快醒醒，你该去相亲了，你再不赶过去，好男人就要被别人惦记走了。白玲珑被说话的中年妇女吵醒，正是隔壁病房的家属。她是个媒婆，见白玲珑长得漂亮，又念了高中有文化，眼下看她急需要钱，就主动来找她，说给她介绍个合适的对象，只要互看上眼成了，男方给的彩礼钱就够交手术费了。你还呆呆望着我干什么？快点起来洗漱打吧。姓潘的那女人去喊她侄女了，你再不去，他们就抢你前面了。今天那男同志可是香饽饽，全家都是国营厂正式工，人还长得高大魁梧，10里8乡想嫁给他的闺女能排成一条长街了。若不是我托亲戚帮忙给你牵线，对方还不见得会抽空来跟你相亲呢。你赶紧的，快点收拾。白玲珑总算回过神来了，同时一长段不属于他的记忆灌入了脑海中。根据原主的记忆，这回是他的渣爹在外勾搭上了城里女人，嫌弃他们母女俩是累赘，逼着他妈离婚。爷奶及叔伯亲戚们联合，逼迫他们母女俩跟他们起了冲突，结果原主妈被白家老太婆一棍子敲中脑袋，重伤昏迷，性命垂危，送到了市医院。医生说手术要200块钱，他只得将渣爹找过来交钱，可渣爹死活不给，父女俩又在医院大吵了一架。原主万般无奈之下，当时就开口答应了相亲。原主太过气愤，恨意怨怒充斥着胸腔，情绪太过激动，又硬生生将自己给气得丢了命。想到这，他连忙寻找戒指，就变成手链戴在手上，看手链跟着来了，就放心了。白玲珑，我会替代你好好生活下去，会照顾好你妈妈，你恨的那些人，我都会帮你收拾，不会让他们有好日子过的。眼下重要的是想办法筹钱给妈妈治病，将自己卖了换彩礼，我也做不到。先去应付下这个相亲对象，然后再去找渣男要钱。白家妮子，快去！国营饭店男同志姓陆，穿着黑衣黑裤，年纪20出头，长得高大俊俏，1米8大高个，阳刚魁梧，万里挑一的俊俏。白家妮子，你怎么还在愣着？快点啊！你该不会是反悔不想去了吧？你不去，你妈的手术费怎么来？你妈今天必须送进手术室，昨天医生可说过了，你再拖拉下去，你妈就要没命了。婶，我知道了，我去。这就对了，你赶紧点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这个女人睡个觉被地府勾错魂，相个亲还找错桌。街上及白玲珑来到国营饭店，站在门口往内眺望，有2个穿黑衣黑裤的男同志分坐2桌，一个靠窗边，一个坐中间桌子。20出头，高大英俊，1米8大高个，阳刚魁梧。靠窗边这个黑衣男同志都对得上，至于坐中间桌子的黑衣男人，脑袋方正的如同板砖，眼睛凸起跟庙里的神像一样。另外年龄和身高也不合，这男人的面相应该已奔30，身高最多1米7，这个绝对不是。所以他朝着窗户边的黑衣男走去。这个男人身姿挺拔，五官俊朗，气质阳刚，尽管是坐着，这身高绝对超1米85。这男人容貌长相放在21世纪也是明星帅哥级别，看模样他的年龄是20出头。你好，怎么称呼？你好，我姓陆。没错，应该就是他了。我姓白，白玲珑，18岁，阳县人。这就是姨妈给我准备的惊喜，姨妈可真是用心良苦啊！原来是给我安排了相亲对象，怪不得出来时还故作神秘卖关子，说今天有大惊喜给我，让我来国营饭店等着惊喜上门。这个大惊喜真不错，姨妈也太了解我了吧！我叫陆静川，23岁，相差5岁，还行。这时候进来了2个女人，一个中年妇女，一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年轻女孩。2个人往中间桌男人走去，扯着大嗓门：亲啊，真是对不住啊，我们来晚了，这是我侄女金莲，
姓潘，我带他过来跟你见个面。你们年轻人见面好好说说话。潘金莲，白玲珑注意力被他们给吸引了过去，全然忘了自己也在相亲，双眼跟着去看热闹了。庆哥，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庆哥，这男人该不会姓西门吧？坐在对面的陆静川刚也看了一眼隔壁，不过只看了一眼，注意力都在跟他相亲的女孩身上，将他所有的表情和小动作看在眼里。想喝点什么？喝茶就好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出来北极，还没吃早饭。油条豆浆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。陆静川起身挎着大长腿前去帮他买早餐了，他很快端着油条豆浆过来了。先吃。白玲珑也不讲客气了，他确实饿了。原主昨晚上没吃晚饭，他今早上也没吃早饭，连口水都没喝，此时是又饿又渴。你刚说你是阳县人？老家阳县的，昨天来的坛城。陆静川也是昨天来坛城的，他这次休假是特意过来看望姨妈姨父的。我姨妈跟你说了我的情况吗？你姨妈？原来那个人是你姨妈啊！她只跟我说了你的身高、年龄、长相、穿着，刚还催着我快点过来，我也没仔细问就过来了。他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，清丽脱俗，不失灵动。陆静川只感觉此刻有一道电流从他身体里穿透而过。姨妈给我安排的这个大惊喜，我必须接住了。白玲珑同志，我是一名军人，副团级未婚，从未处过对象，家庭情况不算太复杂，父母离异多年，我还有个弟弟，我们兄弟俩都跟妈妈生活，我妈和弟弟都在公安局工作，我爸在水利局任职，已再婚，平时不常跟他来往，但跟爷奶叔伯姑姑们来往较多。那个媒婆不是说相亲对象家里是国营厂正式工吗？白玲珑正要开口确认下时，一道他厌恶到骨子里的尖锐声音打断了他的。这个女人闹得地府野鬼乱窜，逼得阎王把自己送回去，都因地府勾错魂。接上集白玲珑相亲走错桌，在国营饭店门口水撕渣男一家人。白玲珑，你个贱蹄子，跟你妈一样骚贱，一到这里就勾搭男人，你怎么不早点去死啊？来人是白老太，长得又矮又矬，一张老脸尖酸刻薄，她身后还跟着两个一脸看好戏的儿媳。陆同志，我晚点再跟你说，我先处理点家事。说完，大长腿迈开，3步并作2步冲过去。妈，快走！这时饭店服务员正从后厨提了一桶烧水出来了，白玲珑脚步一转，冲过去将烧水桶抢过来，反身一桶烧水对着白老太3人泼了过去。白玲珑，你个贱蹄子畜！白老太张口咒骂，可话还没说完，白玲珑一脚踹在了她肚子上，白老太被她一脚给踹得仰倒在地上，捂着肚子翻滚，疼得大喊大叫，两个儿媳妇刚也被带倒了。白玲珑，你个畜生不如的东西，你竟然打你奶，你还有没有人性了？白玲珑直接抄起摆放在门口的竹扫帚，对着他们俩一阵狂殴抽打。白玲珑前世为复仇，请了专业武术格斗教练教导，每一下都精准击中他们的痛处，每一分力气都不是白使的，打得他们俩嗷嗷大叫。陆静川早跟着出来了，从他动手的第一下起，他就在追着看。喂，这位同志，你住手！你这样当街暴力打人是不对的，你再这样下去，我可要去报警喊公安了。鲍同志，快报警！快喊公安，抓这些丧尽天良的！也请这位同志去公安局走一趟吧。这3个人昨天重伤我妈后逃跑，现在我妈躺在市医院不省人事，我一直没抽出空去报警抓人，现在他们主动送上门来了，还请你帮我跑个路。不关我的事，我没打你吗？你是没动手，可你背后阴险算计谋划，我妈这些年所受的痛苦，有一半是你这个黑心肝的指使的。见白玲珑将目标对准了王秀红，李翠花立即逮住机会连滚带爬逃，可还只爬了2步，一道黑影挡住了他的去路。你谁啊？陆静川没回答他，挡住了他的去处，摆明了要帮白玲珑的态度。白玲珑正好朝这边瞥了一眼，见这个相亲对象很上道，二话不问就帮他，对他的印象好感蹭蹭往上升。他先将王秀红狠揍了一顿，揍得他没力气反抗求饶后，一把将他身上的外套给扒了。玲珑，三婶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欺负你们了，我再也不抢你们的东西了，你不要扒我裤子，我是你三婶，是你婶子。白玲珑，你放手，你给我放手！不管他怎么叫，白玲珑都不理他，扒光他外套，又扒了他里面的棉衣，只给他留了背心和裤衩遮体。你平时不是喜欢显摆吗？不是喜欢在男人面前扭腰做作吗？今天我让你显摆个够！国营饭店附近走动的人挺多的，这里闹出的动静也大，此时也有很多人过来围观了。还有你，是你自己脱，还是让我动手？玲珑，我错了，大伯母错了，我去向你妈道歉，
我再也不欺负你们了，你别扒我，我出钱给你妈治伤。这些钱都是我妈赚的，我拿回来也不过是物归原主。你们将我妈打成重伤，医生说要动手术，前后花费都得200块，想拿这点钱打发我，你当我白玲珑脑子里进水好糊弄吗？你妈不是我打伤的，我昨天只推了下她，是你奶动的手，是她打的。你奶手里有钱，你妈赚的钱都被她拿走了，你去找她要钱。钱我会找她要，你身上这衣服也是用我妈赚的钱买的，你自觉给我脱下来，我今天就免你一顿打。我妈辛苦赚钱，你们这些吸血鬼就扒着她吸血。她10年没穿过一身新衣服，你们拿着她的血汗钱吃香的喝辣的，年年买新衣服。老太婆，你胆朝，我就让你儿子将牢底坐穿。你个混账东西，你连你爸都要害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你们不给我们母女俩活路，我不介意拖着你们全家下地狱。白玲珑有了前世的经历，她对人性看得很透彻。原主这些亲戚跟她前世的一样。李翠花，我给你3秒钟时间脱。这裤子是我自己做的，不是你家的布。裤子是你做的，棉花是学校发给我妈的。说罢，也为她的裤子外衣扯下来。老太婆，今天我把话放这里，我跟你们白家没完，我们母女俩就算死，也要拉你们全家垫背。说完，冲过去将她身上的钱全给扒干净，1分都没给她剩，还威胁她。这些年我妈赚的工资，你给我老实准备好，我会回来找你要。你若不交，我就先拿白剑人开刀。不说别的，乱搞男女关系这一项罪名，就足够他去阎王殿报道了。他是你爸，你爸出事了，你也没有好处。我一想着体内流着你们这一家子的脏血，我就嫌恶心。摊上这么一个人渣父亲，真是我倒了8辈子大霉。他话音刚落，一位穿着白大褂的护士从人群中挤过来，神情凝重。白玲珑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魏医生让你赶紧回去，你妈情况不好，必须立即安排手术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这个女孩睡个午觉被黑无常勾走魂，到了地府才被告知勾错魂，逼得阎王给她一个平行空间重生的机会。临走时，她从阎王的手中拿回一枚戒指。街上及白玲珑回忆着原主的记忆，猛然想起还没研究这小神器的用处。他立即将房门关上，确定无人后才尝试。外表还真的很普通，除了一圈不易察觉的特殊符文镶嵌在表面外，根本看不出它的特殊之处。他手指用力将小点按了几下，戒指抖动了2下，并没有变化。这什么意思？之前看爽网络小说关于金手指的常规操作，难道需要滴血认主？说罢，一滴鲜血落在戒指上的瞬间，一道浅金色光芒一闪而过，一连串字符汇入脑海。原来真是要滴血认主。这个小神器是个储物空间戒指，同时还有隐身功能。为了测试这2个功能，白玲珑立即行动，按下一个小点。结果她亲眼看到自己的身体不见了，可她却非常确定自己还站在原处没动，病房里的一切都在她眼睛里。立即切换功能。当看到戒指内足有个足球场大的储物空间时，白玲珑再受震撼。储物空间特别实用，白玲珑将身上的钱来回放进拿出，玩得不亦乐乎。与此同时，陆靖川回到了姨妈家，与他同行的还有之前给白玲珑牵线的媒婆。我这辈子做媒无数，可从没遇到过像今天这样戏剧化的事。之前介绍白玲珑跟陆庆相亲，以我对陆庆的了解，想着这桩姻缘10有8九能成，哪知道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白玲珑相亲走错桌，被讨厌的潘家人给捡了个绝好机会。他还在病房里跟亲戚吐槽埋怨没赚到陆家的丰厚报酬。就在这时，陆靖川找了过来，还很客气礼貌地邀请他做媒。同样都是姓陆，这位陆同志个人条件吊打陆庆，他是部队副团长军官，家里父母亲戚都是机关单位大领导，人长得没话说。陆庆在修炼10辈子也不如他，他竟然看上了白玲珑，现在竟然主动邀请我做媒，还承诺厚礼。什么提亲？靖哥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跟你们开过玩笑？陆靖川刚回来见到表弟，他才明白姨妈给他安排的惊喜是表弟。你不仅是渣子瘪三，一个见不得人的私生子，无才无德又无能，只会阿谀奉承巴结胎满，为了上位无所不用其极的无耻烂人贱货。宋涛没忍住笑喷了。陆靖川和周兰萍倒是绷住了，站在他们身后的媒婆捂着嘴在憋笑。白玲珑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你这样指着你爸骂，若早知道你是这种混账东西，当年就该将你溺死在河里。老东西，老太婆刚回去就给你告状，她应该没有告诉你一些事吧？我是你爷爷，你配吗？白玲珑冷笑，原主都不想认这爷爷，他就更不会认了。
他也不跟他争执这事，将老钱婆隐瞒的事实大方告诉他。你宝贝的白贱人根本不是你的种，是你家老钱婆跟她娘家远房亲戚，那个叫铁三亭的私生子。白玲珑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成天在家里鬼混，亏你妈还是教书的，把你教成这样。你自己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脸，看你哪一点长得像老东西，你最清楚对方的长相，你到底是谁的种，该心里会有笔数的。爸，他的话不可信，你们不要被他挑拨离间，他是故意破坏我们的关系。破坏你们的关系，说的你们家好像关系很好一样，一窝子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一个比一个自私会算计，全都是蛇蝎心肠猪狗不如的畜生渣子。白玲珑，白老三，白贱人是老太婆跟野男人狗合生的私生子，你也一样，你是老东西跟廖寡妇的私生子。你闭嘴！白老头突然怒声咆哮，拿着手中的棍子指着他威胁。怎么还想威胁我啊？你以前跟廖寡妇滚草垛，说起白老三的身世，被我和白眉白雪听到了。你当时威胁我们不准说出去，我当时年纪小，怕被你卖去山沟里，只得老实闭紧嘴巴。你当年为了养着跟廖寡妇生的儿子，将老钱婆生的女儿卖掉，换了2斤米。以你的歹毒心肠，还真干得出卖孙女的事来。姓白的，现在不妨告诉你，我长大了，我跟你们白家只剩下仇了，我不怕了。你们这群渣子，不把我们母女俩当人看，现在为了攀岩附势过好日子，恨不得除掉弄死我们母女俩。我不会再给你们留半点脸面，我要将你们全家做的缺德事全部公之于众，让整个郯城阳县都知道你们家是一窝烂人。2个老东西乱搞男女关系，不要脸恶心巴拉的。现在白贱人也跟你们学，专心研究爬女人的床，一路吃着软饭上位。这个白贱人是哪个单位的？不知道，这样品行不端的人是怎么当上干部的？他女儿不是说了吗？一路吃着软饭上位的。应该不是机关单位的，有可能是国营单位的。我回头去打听下，我得回去问问表叔，问问这人是哪个单位的。他家2个老东西都乱搞男女关系，他也一样。我们郯城怎么能容许这种人当干部？男孩为女孩妈妈付了手术费，女孩相亲认错了人，拒绝了男孩。男孩却说你收了我的彩礼就是我的人。接上集。白玲珑现在没闲心跟他浪费时间，言语交锋，怒骂发泄了一圈后，拿着棍子回医院，转身时还向长辈道歉了。伯母抱歉，家里的事乌烟瘴气的，让您看笑话了。喂，玲珑，走吧，我们去手术室，先去看看你妈妈的情况。伤者的家属在这里吗？赵院长，我是伤者的女儿。只有你在，家里没有其他人了吗？赵院长，您有话直说，家里的事我做主。你妈现在正在做手术，情况还算好。不过魏医生刚发现你妈以前头部也受过伤，脑子里有一团指甲盖大的淤血块，应该存在很多年了，一直压迫着脑部神经。赵院长，这淤血块压迫着脑部神经，是不是会导致失忆？对，你妈是不是失忆过？是，她跟我渣爹认识之前的所有事情都不记得了。当年头部是撞伤过，这些年只要电闪雷鸣天就头疼的难受。赵院长，我妈的记忆能恢复吗？手术过程还算顺利，不过你妈脑部神经被压迫的时间偏长，我们无法保证血块取出来后她能恢复记忆。赵院长，谢谢你们，我只要我妈平安活着就行，其他的不重要。你再等等吧，还要20分钟左右。好的，辛苦你们了。赵院长简单跟周兰萍点头致意了下，转身又进手术室。伯母，刚刚乱糟糟的，还没来得及说之前的事。今早上弄了个乌龙，这位媒婆婶子给我介绍对象，我认错了人，然后跟你外甥相了个亲。玲珑，我已经听静川和萧嫂子说了，你们今天相见实属有趣，这也算是冥冥之中天注定的缘分。伯母，我之前已经跟陆静川说清楚了，我们不合适。白家妮子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婶子，我知道，我脑子清醒着呢。伯母，我很感谢您和陆金川同志的认可，但我们身份悬殊太大，他是履历干净的军人，将来有着大好前途。我家的情况您刚也看到了，家里有一窝子烂根人渣，所以我跟陆金川同志真的不合适，结婚政审也通不过，还请您和陆金川同志好好谈谈。静川，你什么想法？姨妈，我之前跟她说过，我只认人，不考虑其他的。陆静川，我觉得你需要冷静一下，你先回去睡一觉吧，睡醒后梦就散了。白玲珑，我彩礼钱都给了。那个，我明天还给你。
在我这里，财以前给了就没有退回来的道理。我只要人，等岳母醒了，你就跟我去领证。你这辈子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。陆靖川，你这是耍无赖！伯母，他是在耍小孩子脾气，对吧？玲珑啊，这件事情先不急着做出决定，你先照顾好你妈妈，我回去也跟她谈谈，回头等你妈妈醒来，我们再见面聊聊。伯母，真是抱歉，给您添麻烦。这个女孩来自21世纪的豪门世家，穿到了温饱还未解决的70年代。白玲珑因为没有钱，决定利用金手指去抢劫了。那个渣爹肯定不会老实将钱送过来的，我得主动出击，接下来就靠你助力了。也是赶巧了，白玲珑找到小区外时，正好看到白建仁骑着单车出来，他立即躲到暗处角落里，谨慎看了下四周，确定无人后，立即启动隐形功能。我要让你知道花为什么那样红。砰！白玲珑暗中使坏，白建仁连人带车摔死在地上，他人还没爬起来，后颈被一击重力敲中，双目一闭晕了过去。确定四周无人，白玲珑立即将单车收进储物空间。随后，白玲珑立即搜他身上，摸到他胸口有个鼓鼓囊囊的本子，连看都没看一眼，全都扔进空间戒指里。将他身上搜刮干净后，隐身的白玲珑撒腿跑向小区内，直奔白建仁的住处。白玲珑随意看了一眼挂在房间里的衣服，看到2件女人衣服后，撇嘴讥笑：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哼亏你说得出这种话来。贱人的脸皮果然是铁打的。白玲珑在屋里仔细翻找了好几圈，才找到藏钱处。看着地上一大一小2个盒子，还有一个鼓囊囊的小布豆。白玲珑快速打开2个盒子，大盒子里装着的是名贵首饰，还有2根金条以及6、7根小黄鱼。另一个小盒子较轻，是信用社存根，视线定在数字上，撇嘴一笑。一个国营厂干部存款上万，果然是乔砖挖国家墙角的大蛀虫。小盒子里还有一张房产，证明上面的地址并不是这套房。很明显，白建仁还有其他房产，东西一股脑扔进空间里，反正这些是见不得光的。白玲珑不客气地笑道，然后开始查看旁边的小布兜，里面包着的是一沓钱，叠得整整齐齐，仔细一数刚好1000块钱整。收走这些后，白玲珑又在房间里来回仔细翻找了一圈，在衣柜夹层里找到了一个藏得很隐秘的玻璃瓶，他直觉这不是好东西，也顺手牵羊带走了。他从屋里出来时，正好看到白建仁回来了，他人已经被救醒了，此时整个人神情慌乱，后面还跟着好几个男人。白玲珑只得尽量的往角落里缩，我隐身了，他们看不到我，千万别来撞我。一群人一窝蜂冲过来，其中一个矮矬圆滚的男人正好撞到了他的腿，吓得他眼珠子都瞪圆了。然而见压着他腿的男人并没有发现异常，好像并没有发现他，一颗提到了嗓子眼的心缓缓回落，被压着的右腿稍动，用右脚去踹对方的脚，刚开始力气偏小，试了下见对方没反应，又加大力气连踹了2下，见对方依旧没有反应，完全没感知到他的存在。哈哈，阎王爷的东西果然神奇，看到这个狗渣被气个半死，心头的郁气都散了。见他要报警，他嗤笑一声，倒也立即离开返回医院了。难道是那臭丫头？她没那么大的本事，她也不知道我的住处，她有动机，但没那么快速度，她现在应该在医院。虽然猜想不是他，但白建仁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教训他。这个渣男在城里找一个小三领回家，逼着妈妈离婚。渣男一家人为攀附有钱人，把妈妈打成重伤。接上急重生的白玲珑利用隐身术把渣爹暴打一顿。白玲珑刚走到医院门口，被2个红袖章给拦住了。你是白玲珑？是我，有什么事吗？有事要你协助调查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是3岁小孩随意糊弄，就算我做错了事，犯了罪，也是公安局来调查，你们没权利。那个狗渣背后的靠山是革委会的，不然以他的能力，不可能被调到市里国营厂来工作。现在他自己不出面指使这些人来找茬报复，真当我看不出来呀？哪来那么多废话？你走不走？怎么还想威胁我啊？你们滚回去告诉他，少给我耍阴谋诡计，老实点将钱给我送过来。我和我妈若有个3长2短，我们这2条命必定拉他一起下地狱。你刚才去哪里了？你管得着吗？你若不老实配合回答，可别怪我们动粗了。怎么着，在你们革委会的管辖下，我们普通老百姓已经没有人身自由了吗？白玲珑，你思想有问题，该好好惩戒教育，老实跟我们走，再胡说八道别怪我。谭城阁干部都挺威风啊，今天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了。你是什么人？既然知道我们是谭城阁的，就不要多管闲事。陆靖川没理会这2人，
面色严肃地说着：“玲珑，你的家世不是普通的家世，我看你父亲也不是善茬，眼里没你这个女儿的存在。你若想保证自己的安全，最好现在去公安局走一趟。”回去告诉白贱人，我不跟他这贱人一样使下贱手段，我光明正大跟他对着干。我现在就去找领导，他给我盖的帽子，让他自己送过来。说完转身直接走人。这两人见白玲珑有靠山，直觉不妙，也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，紧赶着跑回去报告了。你怎么又过来了？接我未来媳妇去吃饭。那个我说陆副团长，你还没冷静下来啊？陆副团长，这是家属住宅区啊，咱们不是要去公安局吗？来这里做什么？见领导不一定非得去办公室。这话说的没毛病。陆晋川，你说的公安局领导，该不会是你姨妈的？你是带我来见她的？你真聪明。聪明你个头啊！你刚怎么不提前跟我说？我空着手过来，一点准备都没有，非常失礼。你是来谈公事的，带礼物过来影响不好啊。他说的好像也对。走吧。宋涛正坐在客厅里，见表哥带白玲珑来了，朝他笑了笑，对屋里喊道：“爸爸，小白来了。”叫什么不好偏叫小白？宋涛比你大喊小白，没什么问题吧？我妈学校里养了一条土狗，我给它取名小白。宋涛一愣，然后哈哈大笑。陆晋川这下也没忍住：“你跟玲珑年纪相当，要么喊白同志，要么就喊玲珑，别喊小白什么的。玲珑，欢迎，快请坐。”伯母冒昧来访，打扰了，伯父好。白玲珑同志，你好，请坐。宋金瑶露出了和善笑容：“谢谢。”白玲珑礼貌周到，等主家长辈落座后，她这才去客座坐下。屋里的狗男女正打得火热，不要脸的骚贱女人叫得人头皮发麻。正在兴头上的白贱人完全不知道有人潜入了屋里，香臭的麻袋套在脑袋上，躺着享受的女人被一只臭袜子塞到了她嘴里，一个乌漆麻黑的麻袋将她脑袋给泡了进去。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她一叫，家属区瞬间热闹了，还未睡的邻居陆续起身开门出来了。白玲珑一脚将他踹翻在地上，抄起早准备好的竹篾板，对着他脑袋和圆滚滚的屁股一顿狠抽。寂静的夜里，鞭打声那叫一个响亮，下手狠辣的旁边的三人都心肝颤了颤。陆晋川见邻居都跑过来了，连忙拉他欲走。白玲珑抓起放在兜里的盐，冲过去扒掉白贱人和秦梦兰的裤衩，往血淋淋的屁股上给撒了一把。走！白玲珑一个手势下令，搞事的四人组拔腿逃跑，见没有追上他们，然后紧赶着回来看情况了。狗渣贱货屁股都被抽烂了，此时一把盐渗进了伤口，疼得两人满地打滚，嚎啕大叫。家属区的邻居这下已帮忙将麻袋取下来了，旁边男女老少几十号人围着看热闹。看到他们这副衣衫不整的模样，只要眼睛没瞎的人都知道他们刚在做什么。一个有妇之夫，一个男人刚死不久的寡妇，无耻不要脸的勾搭成奸，两人不要脸。这边事情动静闹得大，有心想要帮着遮掩一二的机械厂领导也压制不住，最后两个人被街道居委会的同志给带走了。陆晋川兄弟俩送他回医院，一直送他到门口，临走时还叮嘱他：玲珑，早点睡，后面的事我们会盯着。好，今晚上谢谢你们了。目送他们俩离开后，白玲珑返回病房，跟护士简单打了声招呼，然后将病房门关好，又隐身偷溜出去了。等他以最快的速度跑回机械厂家属区时，狗渣贱货刚穿好衣服出来。这边动静闹得大，隔壁家属区都有人过来看热闹，所以狗渣贱货乱搞男女关系的事很快传开了，自然也传到了秦家人耳朵里。秦家人收到消息很快过来了，秦梦兰的父母和哥嫂侄子侄女们都来了。当看到他们俩真的搅和到了一起，还被人抓奸在床，就到外边殴打屁股，当场就赏了他们俩个一个大耳刮子。秦梦兰，老子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要脸的东西？你们今天干这种破烂事，还被抓住揪出来殴打，你让老子跟你一双儿女怎么做人？这个魂传到70年代的白玲珑带着相亲对象军官去捉奸了。白玲珑吃完饭准备离开。玲珑，下午有什么安排？我先回趟医院，晚点去扎奸。玲珑，你别去蹲守了，我请人帮忙盯着，收到准确消息就来医院通知你。行，回头一起去啊，保证准时到。宋涛笑着眨眼，他确实想去看热闹，当然更想看他表现发挥。他有预感，今天这场热闹会格外的好看。陆晋川送他回去，也趁机跟他说说话。玲珑，我这次有10天的假，会在坛城待1周，你若有事需要帮忙，可随时来找我。陆晋川，你来真的啊？婚姻是神圣的，这是绝不开玩笑。那个玲珑，
你想说什么？我还没做好准备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回头我也跟我妈妈说说。好。这里。宋涛裹得严实站在家属区外等候，见到他们就立即招手。还在里面吗？在。那个女人经常过来吗？没有经常过来。年前我妈和大伯母大清早撞见过2人一回，当时天冷，穿得很厚实，那女人裹得严严实实，白见人谎称是他媳妇，乡下来的没见过世面认生，还说她生病了是来市医院看病的。当时我妈和大伯母还信了，一直到过年前2天，那个女人又来了，在这里住了1晚，天明离开时候，在前面的小广场摔了一跤。当时我大伯母赶早出门买菜回来，拉了她一把，也看清了她的脸，这才知道她是那个刚死了男人不久的秦梦兰。被你大伯母撞破了，2人怕被举报出事，所以那狗渣警赶着过年回来就逼我妈离婚了。她男人没了，她和1双儿女依旧住在离婆家不远的家里。她的女儿已有14、15岁，小儿子10岁，早都懂事了。她现在跟摆件人是私下勾搭来往，暂时没让儿女知道。今晚上出来都是找加班的理由来的。陆晋川同志，能帮个忙吗？任凭吩咐。很少见表哥笑，他平时总是一副很严肃的表情，可现在却乐意配合他，算是彻底看明白了，表哥这株老铁树真的开花了。躲扎家那扇门对你来说不是难事吧？其实他手里有钥匙，可不能暴露，只得请他出马。他也相信他能轻松搞定。包我身上。吕哥借点东西呗。你要什么？你小时候是经常吃竹笋炒肉，还是藤条焖猪肉？李虫一脸懵怔，他表示没听懂，宋涛也没反应过来，陆敬川却听懂了。玲珑的意思是，你妈抽你的时候是用竹片还是藤条？2道菜换着来，味道香的我家都闻得到。勿忘的行吗？行，非常行。再给我找2个套头的麻袋，越脏越臭越好。一切准备就绪，白玲珑不客气地给3位男同志安排好任务，临走时又找李虫借了一把盐。陆敬川负责撬门，其他3个紧跟在他身后，全都裹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了1双眼睛，就算白见人站在面前都不一定能认出白玲珑来。姨妈，刚刚有2个谭成阁的人去找玲珑麻烦，估摸着是他爸指使的。白玲珑，你爸是哪个单位的？应该是机械厂，我也不太确定。你连亲爸的工作单位都不清楚？我们母女俩从不问他的事，他调到市里工作也从未跟我们说过。他在这边上了2年班后才知道，还是家里老前婆背地里跟亲戚吹嘘才知道的。总之，这个人有跟没无差别。那你怎么知道你爸在外边作风有问题？白家那一帮子垃圾好吃懒做，所有家务农活都是我们母女俩干，这样省心又赚钱的奴隶突然间不用了，还没有任何理由的要将我们赶走。除了在外边勾搭上了对他有帮助的女人外，我实在是想不到其他原因。那你接下来想怎么做？抓奸。你连他的工作单位都不确定，怎么抓？你帮我查到他的工作单位和住址，我抓奸的时候带你去看热闹，你再帮我敲锣打鼓喊人来配合，最后的表彰功劳都归你，怎么样？这回轮到陆敬川笑了，宋金瑶夫妻俩也在抿嘴闷笑，宋涛哭笑不得。见过很多不同性格的女同志，像白玲珑这种个性分明又有趣的人，却还是第一次见。现在总算知道表哥为何对她一见钟情了。查到了，刀子白见人是哪个单位的？钢铁厂。不是机械厂。原机械厂后勤主任，半年前调至钢铁厂任财务科主任。爸妈，白见人这个人不简单哟。机械厂升调钢铁厂，后勤部转财务科，简单的人肯定做不到。宋涛，他背后的靠山是格会的，对吧？你挺聪明。他本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，现在认识的字都是我妈教的。白家祖上都是务农的乡巴佬，在城里没有半点人脉背景。他当年跟着那帮人到处抄家搞事批斗，表现得很积极激进，这才入了他们的眼，然后被他们带去县城发展的。他除了溜须拍马、阿谀奉承，没有一点真本事。他能从一个普通农民，短短10数年混到市里国营厂高层领导，这背后肯定有人给他当靠山。宋金瑶夫妻俩对视一眼，2人眼里都闪过赞赏。这个女孩子头脑是真聪慧，比同龄人要出色许多。涛子继续说，他背后的靠山是个会副会长秦德春，他的工作安排及声调都是秦德春的妻子赵玉书一手包办。白见人深得赵玉书信任，准确来说是他的心腹。这2年表现更入了秦德春的眼，逢年过节经常登门拜访。秦家妖女秦梦兰的男人2个月前突发心脏病去世，
她现在是圈子里有名的香饽饽寡妇。据我查到的可靠消息，白建仁跟她勾搭上了，但秦德春夫妻俩还不知情。前夫才死2个月，她就迫不及待找下家，也不怕她前夫将棺材板顶开来找她麻烦。他说话还真不顾忌，不过也说的是实话。你接下来想怎么做？你应该查到她的家庭住址了吧？查到了，她暂时还住在机械厂家属区东楼309号。你爸刚从医院回去后，听说被人打晕在家属区门口，单车和身上的东西都被抢走了，家里也是窃丢了钱。在家属区门口被打被抢？对，他刚报警了，现在公安局的人在查。白玲珑，跟你没有关系吧？我也想跟我有关系啊！我若早知道他的住址，我肯定会抢先一步去揍他，揍完再拿走该属于我们母女俩的钱。哼，我之前只是猜测他在外边乱搞，现在确定了，他就想轻而易举甩掉我们母女俩。这对渣男贱女想光明正大结婚走到一起，必须付出代价。我若不把他们扒掉一层皮，不把他们名声彻底搞臭，我就不叫白玲珑。白玲珑，他们背后是革会副会长。伯父，我处理的是家事，只是大义灭亲处理一个对婚姻不忠的败类渣爹。我所作所为合法合理，没有触犯任何一条法律。你很聪明，他是你父亲，他若出事，对你的前程没有半点好处。你确定要做这事？伯父，那个位高权重的靠山如此器重他，他还是对方媳妇的心腹，这说明他在这对夫妻心里是得力干将。白建仁无家世无背景，却深得他们信任认可，这说明他们之间有很深的牵扯。我不清楚是否会牵扯到更深层次的事，但利益绝对是牵扯之一。白建仁一旦出事，他们定会力保，所以我就算闹得再凶，也只不过是把他的脸皮扒掉，短期内影响他的工作晋升而已。他们绝对不会眼睁睁看着他进去吃粗茶淡饭，眼睁睁看着多年部署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当然啦，若是有些正直的领导想利用他当导火线来整顿谭城，那狗渣贱人的结局肯定会死得很惨。你爸若听到你这一席话，知道你如此聪慧，也许会后悔之前的所为。他才不会。这个女孩来自21世纪的豪门世家，穿到了温饱还未解决的70年代。白玲珑因为没有钱，决定利用金手指去抢劫了。接上集没过多久，手术做完后，白水仙被送去特殊病房了。医院安排了护士照顾家属，不宜进去。赵院长，我妈情况怎样？手术成功，脑袋里的淤血取出来了，也用了好药。今晚上是关键时候，我会安排护士守着，只要1天之内醒来就无碍了。谢谢赵院长，也谢谢各位医生和护士同志，辛苦了。与此同时，在招待所的白家2个老东西正在打架，只有白老三白建义装模作样的拉架。白建林和李翠花2口子站在旁边看热闹，完全没上前帮忙。他们都信了白素素的话，确定了对方出轨生了私生子，3兄弟2个私生子。白建仁回来的时候，架还没打完，但他并没有推门进去，人站在门外听。等屋里谩骂的声音小了些后，他才踹门进去。我不过问你们的破烂事，这些年我也对得住家里料，回牛角湾不准再来谈成，若是影响了我的工作前程，后果你们自负。白建仁说完，转身就走。老二老太心一慌，连忙追了过去。白建仁停住了脚步，转身看他的眼神格外的冰冷狠辣。你若还想过安稳日子，现在就回牛角湾，只要我姓白1天，我该给的孝敬依旧会给。若是有人贪心不足，让我没好日子过，那我必让所有人没好日子过。白建仁临走时看了白老头一眼，警告意味很明显，吓得白老头双腿都颤了下。这一刻，白老头明白了，控制不住白老二，只能控制老太婆。只要控制住了老太婆，他就不能跟白家脱离关系，一辈子都得以白家儿子身份来孝敬他。走，我们回家。白建林和白敬义都是惯会算计的，虽然老二的身世很膈应他们，但他们还得依附着老二吸血捞好处。老头子都忍得下这顶绿帽子，他们当兄弟的自然也忍得下。只要有钱有好处，一切好说。这个女孩相亲时就打架，男孩却对她说：“我就稀罕你打架的样子。”接上集一行人来到医院。白玲珑，你给我滚出来！白家妮子，你爸又来了。伯母，抱歉，我先处理点家事，晚点再来向您道谢。要我们帮忙吗？不用，谢谢您，我自己可以处理好。白玲珑说完就跑过去了，在路过杂物间时，冲进去搜了个木棍出来。他们父女俩昨天在医院大门口大吵架，今天看样子是要干架了。白玲珑，不要打架，有事好好说，实在说不通就报警找公安来调解。你妈还在动手术呢，你可不能出事。我不会出事，出事的是他。
陆静川一行人也追上去了。好奇心重爱看热闹的病患及家属也有不少追过去的，乌泱泱一大串跟在后面。白玲珑拿了棍子准备干架，站在外边的白剑人手中也拿着棍子，旁边还站着白老头和2个兄弟，手里都拿着棍棒扁担，一看就是有备而来。白玲珑，你把你奶打成那样，还扒光你伯母婶婶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他们把我妈打成重伤昏迷不醒，还不承认，也不出医药费。我妈重伤躺在医院，你这个畜生却在外边风流乱搞男女关系，不来看望他就算了，连医药费都不给，你们是人吗？白玲珑也不怕他们，就算今天1对4，他也有把握干翻他们，不怕被人笑话，他就撒开了干。要打就来，今天我奉陪到底。白剑人气急，掏起扁担就要来抽他，刚动手，陆静川一把揪住扁担，全给我住手！你是什么人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你拿棍带队当街行凶，这是黑恶势力的行为。你们若是这里打架动手，我可以报警请公安局来抓人。同志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，我跟自家女儿开玩笑。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只会窝里横的孬种。闭嘴！凭什么你让我闭嘴，我就得闭嘴啊？你算什么东西？白玲珑满脸倨傲，他又不是原主，对这个渣子没半点感情，不会给他半点脸面。以他总结的经验，对付恶霸人渣，以恶制恶的方法最好。白玲珑相亲走错桌，还把渣奶家人暴揍一顿，以为相亲失败，没有想到男方就爱看他打架的样子。宋涛在省城工农兵大学读书，学校本已开学，他得知表哥来了家里，立即跟老师请了假，匆匆赶回来跟他见面，还让他父母帮着隐瞒，想要给表哥一个大惊喜。我10分钟之前去的国营饭店，没见表哥在那，所以就拎着行李回来了。哎呦，周主任呐，今天可真是有趣了，您外甥身上发生的趣事，连戏文里都没唱过，我先跟您好好说道下。原来陆同志是市委宋书记的外甥，看陆同志这急切的样，今天这桩姻缘基本能成。白玲珑这乡下丫头真是鲤鱼跃龙门，要彻底翻身了。等媒婆噼里啪啦将今天的戏剧故事说完，周兰萍脸上的表情也换了几茬，最后乐呵大笑。静川，姨妈知道了，你跟女同志才刚见面认识，就算认可有好感，就这么急匆匆过去提亲也唐突了点。你先别急，他妈妈现在在动手术，我先跟你去医院走一趟，一切等他妈妈手术成功转危为安后，双方家长见面，我们再细谈这事。陆静川在这事上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，不懂流程，不过清楚婚姻大事是要尊重长辈，白家那边可以不考虑，但他妈这边必须尊重，是要跟长辈仔细谈下才不失礼。周兰萍母子俩紧跟着陪同来了医院，他们一行人过来时，手术还没结束，白玲珑孤零零在门口等着。玲珑，陆静川朝他大步走来，手里头还提着个小袋子，他腿长走得快，将姨妈他们都远远甩在了后面。妈，我看静哥这回是很认真的呢。先过去认识下吧，我也盼着你表哥早日成婚娶媳妇。他今年23岁了，早到了结婚年龄，只不过这些年在部队专心事业，无心处对象，全家其实都很担心他的婚姻问题。这回是他自己看上了女同志，若是能成，不止他妹妹放心了，他父母亲戚们都能放心了。这位才是他姨妈吧？玲珑，这是我姨妈周兰萍，表弟宋涛。伯母宋同志，你们好。这闺女长得真漂亮，虽是在农村长大，五官精致清丽，肤白貌美，比很多精心打扮的城里女孩漂亮许多。你叫玲珑，是哪2个字？伯母，我叫白玲珑，灵性的灵，玲珑的珑。灵气逼人，聪慧玲珑，你的名字取得好，是你爸给你取的？不是，我妈妈取的。周兰萍若有所思，乡下女孩的名字大都普通，她妈妈能取出这种有深意韵味的名字，看来她妈妈并不是普通的乡下妇女。静传，我去找夏赵院长，玲珑妈妈在动手术，我让医院调最好的资源和药，一定要保证手术成功。好，辛苦姨妈。谢谢伯母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见他知礼懂恩，表现聪明大方，周兰萍心头给他再加1分，转身先去院领导办公室找人了。周兰萍亲自过来请求帮忙，医院领导半秒钟都没耽搁，赵院长亲自来了手术室。白家妮子，今早上你不是答应我去相亲的吗？你怎么能出尔反尔，说话不算话？你是故意耍我玩？我好心好意帮你，你怎么能耍我？我去了。你去了，你去了。那怎么刚刚那姓潘的还在我面前炫耀吹嘘，说陆同志跟他侄女在相亲？姓潘的侄女，她是不是你姨妈？不是。你介绍的对象不是她？不是。白玲珑这下大无语了，
脸上表情变幻不停，那叫一个丰富多彩，脖子梗得直直的。婶子，你说给我介绍的对象穿着黑衣黑裤，1米8大高个，阳刚英俊，20出头，姓陆，跟他全对得上啊！我上午是跟他相亲的。他跟你相亲的，你也姓陆？姓陆，陆地的陆。原来这个媒婆给白玲珑介绍的对象是坐在她隔壁的那个男人，可媒婆讲的信息竟然跟我对上了。白玲珑认错了人，认错了好啊，那个什么庆与潘金莲很般配，天造地设的一对。白家妮子，我介绍的男同志姓陆，铁路的路，不是陆地的陆，你相亲相错人了。那你也没跟我说清楚啊！当时国营饭店里2个穿黑衣黑裤的男同志，我进去时还仔细辨认了。你说男方20出头，阳刚英俊，高大魁梧，身高至少1米8，这些描写都符合陆晋川啊。至于另一个黑衣黑裤男人，根本不是20出头，是20末尾奔30了，脑袋长得跟板砖一样方正，脸上坑坑洼洼，跟遭了炸雷一样，跟阳刚英俊根本搭不上边啊。还有那身高，他坐在板凳上，双脚都踩不到地，站起来估摸还没我高，我就算瞎了眼也能看出他没1米8啊。陆晋川听着他的评价描述，面上表情不显，心里却在憋笑，眼里也流露着不易察觉的笑意。隔壁病房门口还有2个护士在听，他们这下也听明白了，2个人都在捂嘴闷笑。婶子，不是我说，你们当媒婆做介绍的也不能睁着眼说瞎话，太过夸大其词了。还有那什么高大魁梧英俊阳刚的，顶多是其貌不扬。最后这媒婆倒也没有再说骂什么，只碎嘴埋怨了一番，憋着一肚子气走了。今天我搞了个大乌龙，好像也破坏了你的好事。没有，今天是有些巧，我姨妈卖关子让我到国营饭店去，说有个大惊喜送给我，我就以为你是她介绍来的。这也太巧了，难道是阎王爷太过愧疚，心疼怜悯我上辈子专心复仇，连一场恋爱都没谈过，又年纪轻轻被黑无常勾错魂，无端冤死，特意安排个合眼缘的男人来弥补我。陆晋川，今天真是抱歉，是我这边认错人，闹了乌龙。我之前去相亲也是带着目的性的，对不住，冒犯了。刚刚谢谢你帮我交手术费，我明天一定还给你。今天这份恩情我会记在心里，以后我一定回报你。你的意思是我们今天相亲失败？那个他人身高超185，身姿挺拔魁梧，身上有着军人独特的气质，往身前一站，浓烈的压迫感笼罩在白玲珑身上。你是军人，根正苗红且前程似锦的军人，我是身份档案即将有大污点的普通人，我们不合适。白玲珑，在婚姻大事上，我只认人，不考虑其他的。你的意思是你认定了我，我有自知之明，我没那么大魅力，何况今天相见，我好像也没给你留下什么好印象。我稀罕你打架的样子，我先去办点事，晚点再过来。我现在魅力这么大，值得他明知是火坑也要跳。这个女孩相个亲就被渣奶一帮人找上门闹事，可渣奶不知道这个姑娘是从地府穿过来的，来自21世纪，上来就手撕渣奶一帮人。街上及白玲珑听说妈妈病情恶化，急忙回到医院。陆晋川来医院了，他看上白玲珑了，喜欢她的泼辣很近。他赶到时，白玲珑正在跟魏医生说话，谈的正是手术治疗费。见他正在恳请医生救人，承诺明天就将费用补齐，他立即过去插话：医生，费用我来出，先动手术。你是？您不用问我是谁，要交多少钱，我现在去交。200。陆晋川点头，从裤兜里掏出一沓钱，全塞到白玲珑手中。玲珑，这钱你先拿着用，除开交手术的钱，剩下的先留着用，先安排阿姨进手术室。谢谢你。不用客气。我家里乱七八糟的烟杂事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没事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两人走到手术室外等候。白玲珑这具身体是原主的，也受原主记忆的影响，心里很担心妈妈的安危。玲珑，你妈伤到了哪里？脑袋，我那个渣爹婚内出轨，拍上了领导家死了男人的女儿，过年回来逼我妈离婚，当时没同意。白家这些渣子畜生想攀附他过好日子，整天想法子逼我妈。昨天跟他们动了手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一时疏忽没护住我妈，她脑袋挨了老钱婆一棍子，当时就带出血昏迷了。那你爸你怎么安排的？他无情，就别怪我无意。陆晋川看明白了，他对他爸和家里其他人没有半点感情了，现在没有力气去报复，是他得在这里陪护，暂时分不出身去处理。玲珑，你妈妈在这里等着动手术，你为什么还去相亲？我手里没钱，
我妈动手术急需要200块手术费，你姨妈给我介绍对象，说成了有200块钱彩礼，正好够交手术费，所以我才去的。是我姨妈说的，妈。白玲珑正要回答对时，早上催她去相亲的中年妇女哒哒哒跑过来了，隔着老远都感受到了她脸上的怒气。这个女孩利用隐身术来到了阁会副会长家里，却意外发现了这个副会长竟然在地下室藏了很多钱财。李医生是个男医生，秦梦兰伤到的是私密处，他不让李医生给他处理伤口，最后让赵玉书拿药过来给他擦拭上药。梦兰，你忍忍啊，我先给你洗一下，还得用酒精擦拭消毒。嬷，您快点，太疼了。知道了，我用酒精了，你拿口东西塞嘴里，别咬着舌头了。秦梦兰还没来得及咬住嘴巴，赵玉书手中的酒精瓶莫名其妙的掉了，一瓶酒精全泼在了他屁股上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老大媳妇，你进来帮忙，我刚不小心将酒精全泼在梦兰伤口上了。妈，一瓶酒精全泼了。刚刚鬼使神差的，手没拿稳，不小心全泼了。秦夫人，酒精泼了就算了，这也没法止疼，只能让秦梦兰同志咬牙忍住了。你们拿个东西塞她嘴里，可别咬伤舌头了。老秦，梦兰伤得不轻，若不用好药，10天半个月都没法出门。你去取点好药过来给她用吧。秦德春生气归生气，其实也疼秦梦兰这女儿，嘴上没再说什么，黑着脸转身走了，却意外发现了这个副会长竟然在地下室藏了很多钱财。接上集白玲珑一路跟着秦德春下了地下室，里面堆满了柜子和箱子，角落里还堆放了7、8个保存完好的古董花瓶。秦家收藏颇丰啊，这些东西很明显来历不明，估摸着是从别人家抄家卖下的。箱子内装着的东西不是黄金就是贵重文物首饰等，总之就是不能见光的。看来这些东西只能便宜我了。秦德春此时将柜子打开了，从内取了一盒药。白玲珑看了一眼，见药盒上写着英文字。在现在这种政策环境下，秦家连进口药都敢私藏，贼胆不小呢。白玲珑先一步回到秦梦兰的房间，等赵玉书出去拿来了药，再次开门进屋来时，白玲珑的脚一碰，赵玉书被绊倒，脑袋正好砸在床尾角上，血花四溅。妈，你怎么样？爸，小敏，快进来帮忙，妈摔倒磕破脑袋了。赵玉书满头是血，秦家又是一顿兵荒马乱。白玲珑趁着外边一阵混乱，顺走秦德春腰间的钥匙，火速赶去地下室开门，然后将里面的东西一扫而空，全部收进了储物戒指中。正要离开时，白玲珑发现柜子后墙上还有个小开关，她直觉这不是个装饰品，用力按下，哐当的轻微声音响起。白玲珑猛然回头，却发现后面墙壁上还有一扇小门，门后另有玄关。当看到墙后小密室内堆积的整整齐齐数十万的纸币时，白玲珑冷笑不停。一个小小的坛城阁会副会长，家里竟然藏着这么多钱，看来这些年是专心各处捞油水啊！不义之财，用之于民才是正道。全部拿走，一分不剩。白玲珑迅速回到客厅，她立即将钥匙塞到了她的棉衣兜里。白贱人已上药穿戴好出来了。今天这件事情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副会长，请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马上把离婚手续办好，跟孟兰领证结婚。要多久？2天。事已至此，秦德春也知道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白贱人这人没有家世背景，算是他们一手提拔起来的。说白了，跟秦家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秦德春不怕他来算计什么。现在事情闹开了，脸面名声丢了，只有领证结婚这一条路可走。姐，我给你2天时间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2天内必须将你的事办好，跟孟兰领证登记，绝不能给秦家招惹来麻烦。这个魂穿21世纪的女孩，不仅利用隐身术收拾了在外面找小三的爹，又利用金手指把副会长家里私藏的钱全部收入空间。接上集折腾了1个晚上，白玲珑也累了，回到病房倒头就睡。她想要离婚，想轻而易举的甩掉我，那母女俩门都没有。医生，昨晚上我妈妈情况怎么样？情况稳定，半夜醒来了，不过只醒了5分钟又睡着了。得知醒了，白玲珑放心了。医生，我妈这种情况能吃东西吗？等她醒来，可以喝点稀粥、汤水和软烂食物。好的，谢谢。白玲珑没有其他要问的了，出来准备去买早餐，却看见陆靖川来了。玲珑，吃早饭去。宋涛在医院门口等着。白玲珑，昨晚上秦家特别的热闹，听说差不多半夜2点半才安静下来。又发生了什么事？白玲珑装作不知，宋涛将得到的消息全部告诉了。
秦梦兰婆家那边有反应吗？肯定有反应啊！杨家那老两口可不是善茬，听说天没亮就去了，秦家在屋里大吵了一架，出来后对外放的话，他们与秦梦兰断绝关系，一双孙儿孙女归他们家，不准秦梦兰带走，从今往后也不准秦梦兰再进杨家的大门。狗渣若知道这事，估摸着要高兴坏了。他肯定不想当后爹，不会花钱养着秦梦兰的一双儿女。现在杨家不准秦梦兰带走一双儿女，正合了他的意呢。玲珑，咱们走吧，先去吃饭。到了国营饭店，陆靖川点了3碗面，买了3个白面馒头，还单独给白玲珑买了2根油条。买这么多，你把我当猪喂呢？朱梅，你长得好看。你是夸我还是损我呢？我待在这里好像有那么点多余。我妈手术很成功，医生说她昨天半夜醒了一次，后面好好养，1周左右就能出院了。白玲珑，你们母女俩有什么打算？你那个狗渣爹跟秦梦兰搞在一起了，现在动静闹得这么大，他们若不想被送去农场接受教育，就只能登记结婚。这2天肯定会对你们施压的。我们不怕施压呀，他有本事使出来呗。总之这个节骨眼上，他不敢下黑手将我们弄死的。这2天我没有事做，负责保护你们母女俩的安全。副团长亲自出马，是我们母女的荣幸。表哥这是打算从他们母女俩双方面同时攻克下手啊？陆靖川吃饭速度最快，一大碗面几下就缩进了肚子里，早坐在一旁静静看着他吃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这一顿饭够抵我在家里1天的食物了。1天只吃这么点，饭量这么小？哪是我饭量小啊，是家里粮食不够，我们母女俩累死累活，1年到头都没吃过1顿饱饭。真该让秦梦兰去白家体验下生活。嘿，你这主意不错。主意不错也没用，赵玉书很宝贝她，不会让她去乡下吃苦的。事在人为，人定胜天。吃完早餐走出国营饭店后，陆靖川先说话：玲珑，你先回医院，我有点事要办，晚点再过来。好，你们去忙。这个男人抛弃妻女，在外面找了副会长装死了丈夫的女儿相好，还被抓奸在床，被人扔到大街上。男人为了掩盖罪名，跑来医院找受伤的妻子离婚。街上及白玲珑前脚刚回到医院，媒婆后脚就找过来了：白家妮子，你爸又来了。他今天走路一瘸一拐的，好像是被人打伤了腿，肯定是在外边干了缺德事，又被人削了呗。他以前也被人打过啊，好几年前在老家被人打断了1条腿，鬼知道他在市里做什么，说是当什么干部领导，回老家装的人模狗样，摆出一副官太架子，其实就是个彻彻底底的人渣败类。现在又被打成半残废，肯定是在外边得罪了不能招惹的人呗。依我看就是活该。这人打得好打得妙，对付这种人渣垃圾就该狠狠打得他呱呱叫。我若是在那，肯定还要上前帮忙。白玲珑声音不小，臭骂的时候根本没藏着掖着。刚走到门口的白贱人听得一清二楚，怒火一下就冲到了头顶。看什么看？切，一个勾搭成奸生下的私生子，谁稀罕看啊？一个胖女人鄙视完，扭着肥臀走了。玲珑，你出来，我跟你谈点事。钱拿来了没有？怎么你又没送钱来？白玲珑声音飙高，用愤恨的眼神瞪着他，用力将他推搡撞到对面的墙上。我一而再再而三找你要医药费，你却死活不给，还把我的话当耳边风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，先将你们白家那一大家子渣滓抓起来？我带了。那还磨叽什么？赶紧拿来！白贱人被他这态度气得想咬死他，可现在自己走路都不顺畅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只得咬牙忍着从裤兜里掏钱，一堆花花绿绿的票子翻出来，倒也正好凑够了200块。拿来吧你，有话就说，有屁快放。你看你像什么样子？不管我什么样子，总比你强100倍。我看自己怎么看都顺眼舒畅，反倒看你就跟吃了屎一样恶心。白玲珑，我没聋用不着叫那么大声，有屁快点放，我没空陪你叽歪，浪费时间。进屋里说。就在这里说，我这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，任何事情都可以摊开摆在明面上谈。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也不为你妈考虑。我妈清白干净，从未做过半点亏心事，平时为人善良，连一只蚂蚁都没踩死过。她行的端走的正，你有什么直接说，少在这里拿我妈来威胁我。我跟你妈的婚离定了，现在她昏迷不醒，你代她做主，你开个价。听到这话，白玲珑一个箭步冲过去，狠辣一巴掌扇他丑脸上。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，直接将他人给扇倒在地上。白玲珑回答他的是一脚还正好踹在屁股上，将他人踹了个4脚朝天。
白贱人，你个狗渣贱种，你个畜生不如的东西，你还是个人吗？我妈在白家当牛做马，伺候你家一窝子烂根，上班赚的钱被他们全部扒拉走，农活家务活都是我妈包揽。你们白家一家子整天游手好闲，过得比资本家和地主的日子还要好。你一个混混，大字不识一个。我妈耐心教你学习写字做人，没功劳也有苦劳。你跟着那些狗东西发达了，常年不归家，在外边跟野女人风花雪月。我妈从没说过你半句不好的。你在县城上班也好，要到市里工作也罢，我妈也从不过问你的事，给你足够的尊重和理解。据我所知，从我出生到今天，我妈从未问你要过1分钱，你也从没主动给过我们1分钱。现在我妈被老钱婆打伤了，我问你要手术费，你还死活不给，不救我妈的命。白贱人，现在她躺在床上昏迷不醒，你却还来逼迫离婚，你真的不是个人，你是个畜生不如的东西。不对，拿你跟畜生相比，还侮辱了畜生呢。赤生动物都知道要保护妻子儿女，他们本能的知道去找吃的养妻儿。你呢？你自私自利无耻到只顾自己，你连畜生都比不上。说完，对着白贱人又是一阵狠踹。白贱人被单方面收拾殴打，没有一个人过来拉架，连保卫科的同志都站在暗处没动。你今天威逼着我妈离婚，是不是你在外边勾搭的贱货肚子里有野种了？白贱人，我告诉你，不管是不是这么回事，就算贱货有野种了，想要我妈离婚成全你们，门都没有。你这样的垃圾，我们母女俩不稀罕，给我滚！白玲珑，你妈醒了，你们刚吵架的事，她都听到了，她让你们没事了，醒来就没事了。玲珑，别跟他吵架，别气到自己他不配。玲珑，暂时别跟他们起冲突，你一个人打不赢他们。等妈身体恢复出院后，我再报警处理。那你安心养伤，我不会吃亏的。我们现在这是医院，那一家子渣子被我修理一顿，滚回牛角湾了。这个狗渣不知道被谁打了，好像伤的也不轻。我刚揪着他暴揍了一顿，伤上加伤，短期2、3天肯定不会来找麻烦了。玲珑，我在这里住院，你哪来的钱啊？我找人借的，我刚逼妹狗渣将钱拿过来了，晚点我就去还钱。玲珑，市医院住院手术费用不低，对方借这么多钱给你，我们欠了对方大人情。回头得好好感谢对方。妈，我知道的，手术费的事，我回头再跟您说。白玲珑，你妈情况稳定，可以转到普通病房去了。接下来你要细心照顾她。好的。玲珑，你好像有些变化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那我有变化也是被他们逼的。俗话说织女莫如母，他们母女俩日夜相伴18年，没有谁比白水仙更了解自己女儿。婚礼这些天对妈妈来说就是过了2辈子。妈，您怎么了？玲珑，我这次因祸得福，恢复记忆了。真的吗？过去的事情您都想起来了？都想起来了。那过去的记忆是不是不好？们过去的都过去了，忘掉不好的过去，以后我们母女俩相依相伴，将未来的日子过好。玲珑妈妈很庆幸有你，有您这样的妈妈，我也感到庆幸。随后白玲珑又将这2天发生的事都告诉他，当然隐去了穿越和隐身干坏事的事。得知女儿为了筹手术费相亲嫁人的事，白水仙眉头皱起。玲珑，这相亲结婚的事不能草率决定，你回头请那位同志过来，我跟渣好好谈谈。妈，他晚点会过来，您先好好休息。玲珑，他要离婚的事你怎么看？妈，这种畜生不如的狗男人不要也罢，我也希望您跟他离婚，只是我们不能这么便宜了他。玲珑，白贱人不是个东西，确实是个畜生不如的渣子。不管你想怎么做，我都支持你，就算送他坐牢或枪毙，妈妈都不会有二话，你只管放手去做。紧接上集，白贱人一瘸一拐回到钢铁厂时，办公室同事通知他被休假了。白主任，厂长给您批了1周的假，让您先回去处理私事。您之前负责的工作，现在已经交接给林副主任，厂长让您将财务报表等资料先移交给他，等您的事情处理完再转回来。他刚离开钢铁厂，就有人过来找他。来人是他的铁杆兄弟刘猛，见面就问：白哥，要我们动手吗？医院那边暂时不要动，现在动手对我们非常不利。你们先帮我把昨天抢劫的那帮人找出来，一定要将东西拿回来。最近总有兄弟说手机看视频不清晰，想要看剧情更舒适，那你得用抖音电脑版，大屏看电影更爽更高清，小窗模式工作娱乐2不误。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，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，快去下载抖音电脑版体验一下吧。这本账簿记录的太详细，一旦落到领导手里，他的末日就来了。我们一直在查，可没查到有用的线索。白哥，你说会不会是你女儿干的？她虽然有动机，但没那么大本事，而且她以前从没来过坛城，在这边没有认识的人。说到这里，白贱人突然想起在医院门口有个英俊的年轻男人出手帮他。白哥，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？
你派个人去盯着白玲珑，看他身边有没有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走动，对方应该是个军人，20出头。若是看到了，查下这个人的来历。行，我亲自去。后窗玻璃被敲响，白玲珑打开窗户，见是陆靖川在外边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怎么不从前面进来？玲珑，你妈什么时候转到普通病房来的？吃完早饭回来不久，你怎么不从前面进来？玲珑，外边有人盯着你。有人盯着我。吃完早饭回来后，白建仁过来了一趟，让我替我妈办离婚手续，被我暴打了一顿。难道这个人是他派来的？玲珑，你先不要离开病房，我去查他。我熬的鸡汤，阿姨醒来了正需要进补，你喂她多喝些鸡汤补补。陆靖川，谢谢你。我是你未来男人，不用说谢谢2字。陆靖川以前从未说过这种话，说出来后也没半点尴尬，说完还对他露了个笑容。你可以走了。他不尴尬，他反倒有2分尴尬，耳尖都开始发烫了。今天中午的饭局你别过来了，我去请李虫吃饭，晚点我再给你送饭过来。好。白玲珑从身上掏出10块钱给他，笑容深深。你们点几个好菜吃，也代我向吕哥道歉。不用拿钱，我的钱将来都是你的，用我的也是用你的。陆靖川厚着脸皮说完这句就走了，留下白玲珑站在窗边磨牙切。玲珑，谁在外边？妈，你醒了，刚刚是陆靖川来了，他给我们送了鸡汤，他发现门外有人盯着我，就没进来了，从窗户这边塞进来的。盯着你，肯定是那个人渣派来的，我在这里只得罪过他。白玲珑将保温桶打开了，鸡汤冒着热气。妈，鸡汤很香，我为您多喝点。玲珑，你对那位陆同志是什么想法？妈，他人挺不错的，其实相亲时我对他印象也挺好的，只不过我们差距太大了。另外，白家一窝子烂根渣子，我不知道他在外边干什么，总觉得他迟早会出事，回头我们也会跟着倒霉，到时候会影响他的前程工作，所以我拒绝了。这么精彩的剧情，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。说起运动，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。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，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，只需上传图片，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。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，覆盖鞋服、箱包、美妆、手表、玉石珠宝、酒水、宠物等19个品类，专业可靠。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。感情是这世上最复杂的东西，也是最善变的。婚姻表面看是2个人的事，其实是2个家庭的事。刚开始也许干净纯洁又浪漫美好，可迟早会被油盐酱醋茶给浸泡的变了味。妈妈在感情婚姻方面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，在你选择伴侣对象方面不能给你提供经验，我只希望你选择对象时足够冷静，多方面了解对方，只用眼观察，也要用心去观察，不仅观察他，也要观察他身边的亲人朋友，这样挑选出来的才是最好的。妈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玲珑，你说白建仁的姘头是谭成阁会副会长的女儿？是的，他男人才死2个月，有1双儿女，婆家也是谭城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听陆靖川的表弟说，他婆家男人都在武装部和公安局民兵队等单位任职。他男人怎么死的？说是突发心脏病。妈，他男人应该不到40岁，他刚死不久，这2人就勾搭到了一起，您不觉得很蹊跷吗？他男人的死不好说，这2个渣子10有8九早就勾搭到一起了。妈，狗渣贱货昨晚上丢尽了脸面，现在谭城圈里估摸都传遍了，秦家肯定不会眼睁睁看着他们被送去农场改造的，定会逼迫狗渣取贱货。他下午肯定还会过来，我打算先要回一部分原本属于我们的东西，您觉得我开什么条件为好？钱的数额你随意开。玲珑，当年我失忆遇见他时，我身上有将近1000块现金，还有5根金条，全被他拿走了。什么？他就是个无耻之徒。玲珑，现在我们处于主动位置，着急的是他，你可以随意狮子大开口，他为了保住工作和前程，就算恨死了我们也会交出来的。妈，我知道的。玲珑，除了金钱补偿外，你让他出面把我们的户口迁到谭城来。好。迁户口这是对他们母女俩来说是难事，但对白建仁和秦家来说不难，他们一句话就能办到，必须趁这次办好。玲珑，阿姨醒了吗？醒了，你之前送鸡汤来的时候就醒了，进来吧。那人走了。我之前让涛子去查了他，查到了他的底细，刚找了公安同志配合，将他给吓跑了。阿姨您好，我叫陆靖川。白水仙上下打量他一眼，从外形气质来说，确实是个很出挑的男同志，嘴角微勾。小陆你好，刚刚我还和玲珑聊起你呢，我也听说了你们相识的事情，真的很感谢你及时垫上医药费。阿姨，举手之劳的事，
不必客气。这么精彩的剧情，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。说起运动，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。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，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，只需上传图片，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。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，覆盖鞋服、箱包、美妆、手表、玉石珠宝、酒水、宠物等19个品类，专业可靠。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。小鹿，你和玲珑相亲的事，我都听他说了。玲珑是我唯一的女儿，她也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她的婚姻感情，我并不会干涉插手，我尊重她自己的选择。阿姨，我和玲珑相识过程虽然偏戏剧化，但我相信这是上天注定的姻缘。我是一名军人，我可以以军人的名义向您保证，只要玲珑同意，我会一辈子对她好。小鹿，你是一名军人，职业特殊，阿姨也知道军人是神圣不可诋毁的职业，但是职业和品德是两码事，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有高尚品德的，包括军人也是。我相信你身边的战友中，肯定也出现过思想作风有问题的人。所以啊，你不需要以军人的名义向我保证些什么，也不需要承诺或立誓。山盟海誓这些东西啊，听着美好令人动容，可时过境迁后，它也许会成为一道枷锁，甚至会变为人生路上留下的标签笑话。陆靖川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，望着他这双眼睛，陆靖川在这一刻确定他是个有故事的人。阿姨，您说的这些都是对的，职业和品德确实是两码事，不该混为一谈，是我考虑欠妥。这次与玲珑相亲，虽是意外闹了大乌龙，但我相信这是上天注定的相遇。以前没有相识了解过，我也清楚突然谈结婚过于草率，但我这个人相信自己的直觉，我一眼确定他就是我要找的人。其实我也不会说山盟海誓的承诺，也不会讲那些好听的保证，我唯一能肯定的是，我对感情忠于内心所想，会对婚姻绝对的忠诚。我之前有跟玲珑说过，我家里情况有点复杂，父母离异，离婚的主要原因在于我爸对婚姻不忠诚。也不瞒您说，父母离婚对我影响颇深，我极其厌恶反感对婚姻不忠的人，也厌恶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人。婚姻不幸，家庭不和睦幸福，受伤害最大的是孩子。小鹿，阿姨看到了你的决心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尊重玲珑自己的选择，也尊重你们年轻人的追求想法。白建仁刚换完药出来，面色特别的难看，在2个同伴陪着他。快拦住他！让我来的是你，拦着我的人也是你。见人就是矫情，有话快点说，有屁快点放。你这个人可真没教养。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没教养？管好你养的狗，让它给我闭嘴，不然我不介意今晚上吃狗肉火锅。你再说老五，你别说话。白建仁给老五使了个眼色，压制肚子里的火气，尽量心平气和地跟他谈事。我们关系闹得这么僵，已经没法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。你妈现在这种情况也需要静养调理，我们长期对峙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我跟你妈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，其实早就只差一道离婚手续了。现在闹成这样，真没有必要过下去的。你妈这次受伤，是我爸妈他们做的过分了，我会多给你们一些补偿的。行啊，你先收的数吧。你想要多少？10万。你这是抢钱？我是在抢钱啊！这么绝佳的机会，自己送上门的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我凭什么不狮子大开口明抢？你今天感动我一下，我就让白建仁下半辈子在床上吃屎喝尿。老五回来。老五，你别说话，别给白哥添乱。他太气人了。你这不是诚心跟我谈？可真是好笑，我为什么要跟你诚心谈？现在又不是我要去娶个跟你勾搭成奸的贱货。1000块。我现在往你脑袋上砸一棍子，无论生死，我给你1000块，行吗？触及到他脸上的狠辣，白建仁吓得往后缩了缩。2000块。白建仁爱钱如命，加1000块钱，他全身的肉都好似被钝刀给磨烂了，肉疼得无法呼吸。白玲珑没理会他，态度表明不满这个数。2200。你打发叫花子呢？我妈在白家当牛做马18年，就算是地主家的丫鬟，18年的工资也不止这点了。更何况她这么多年赚的钱，全被你们家抢走了，她的工资你必须给我还回来。我没拿，钱在我妈那。母债子还，你要只能给出这个数，那就不要再谈了。现在是否离婚的主动权在我妈手里，我们就是不离，就算恶心也认命了。我们豁出去也不会让你们如愿，回头我去告诉你们这对不要脸的狗渣贱货，送你们去剃阴阳头，去农场挑大粪改造。说完直接走人。回来3000。白玲珑没理会，继续走人。3500。喊出这个数时，白建仁心肝脾肺肾都疼了。4000。白玲珑，你别太过分了，3500已足够你们母女俩吃香的喝辣的很多年了。4200。白玲珑，你拿了钱可要有别花。5000。你欺人太甚，你找。老五要冲过去揍人，
另一个连忙拉住他，厉声警告：老五，给我闭嘴！5500，1分都不能少。另外，将我们母女俩的户口迁到坛城，事情办妥钱到位，你再来病房找我。说完，潇洒转身，对陆敬川眨了眨眼，像打了胜仗的将军，大步流星离开。他一走，白见人被硬生生气得吐血了。白哥，气大伤身，你暂且忍耐下，如他所愿，先给钱办事，用这笔钱彻底跟他们母女俩斩断关系。他无情，你可无义。等你和秦同志结婚确定关系后，我们再收拾他们不迟。他们孤儿寡母的，就算这个白银龙再疯癫泼辣，我们多安排几个兄弟过去，准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今天吞进去的钱，分文都得给我们退回来。老严，户口的事你去办，明天之内一定要办好，我只有2天时间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老五，你收敛点脾气，送白哥回去，今晚上留在他身边照顾着。知道了，白哥。走吧，回去。这个男人冒充失忆女人的丈夫，17年婚内出轨，还被人抓奸在床。男人为了攀附地位，不惜花钱逼着妻子离婚，却不曾想到现在妻子恢复记忆。接上集。涛子，你去公安局走一趟，看姨妈那边行动了没有？今天先砍掉白见人的一条胳膊。好。陆进川，伯母那边有什么行动？之前医院盯着你的那个人叫刘猛，公安局早就在盯着他了。他是坛城地下帮派的头目，也参与了黑市的生意，没少干违法乱纪的事。之前公安局一直没查到他背后靠山的身份，也就没有动手抓他，想用他当饵料将鱼钓出来。今天他跑来医院盯着你，反倒暴露了他后面的人，这人也就没必要留着了。刚刚那2个估计是一丘之貉，他们现在去办户口的事了，先留着他们办事，事情办完再收拾他们。小陆，帮我们向你姨妈道声谢，回头我身体好了，我再带玲珑登门道谢。白水仙刚跟宋涛聊了聊，已猜到他父母都是坛城市委高层干部，他们母女俩的事真的多亏了他家帮忙，这份恩情他铭记于心的。好，阿姨晚上想吃什么？在食堂随便买份粥就好了。您动手术元气大伤，现在要多补充营养，食堂的稀粥不够营养，我回姨妈家帮您炖些汤来的。玲珑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可以随便点菜。随便点。既然可随便点，那就不客气了。我想吃肉，虽说前世吃多了山珍海味，对猪肉兴趣不大，可这具身体不一样，长年累月都尝不到肉味。现在的我特别馋有水的猪肉，恨不得现在直接来上一碗。行，我给你煮红烧肉。阿姨，玲珑，那我先回去了，晚点再过来。好，小陆，辛苦你了。玲珑，你是不是对小陆有些喜欢？妈，我觉得他挺不错的，第一印象特别好，他确实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你呀，不害臊。我可是来这21世纪，喜欢就喜欢，绝不会藏着。那您觉得他怎么样？我跟你感觉一样，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挺好的。玲珑他是军人，经常要外出执行任务、出差工作，打仗时还得上前线冲锋陷阵，时刻与危险为伴。当军人的妻子要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，你再仔细考虑下。妈，我知道的。妈，每个成年人都不容易，每一份工作都有必要的坚守与无奈。如果我做出选择，决定走这条路，那未来要面对的困难与挑战，我愿意与他携手应对。你们刚认识，再多多互相了解下。好的，妈，能说说我亲爸的事吗？他跟白见人不同，他是个好人，婚内没有出轨背叛，只是耳根子软心肠软，不擅长处理家庭关系，面对家庭内部的矛盾争执总是逃避。跟他离婚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家庭琐事引起的矛盾，而是我们各有理想追求。你爸很有经商头脑，事业心挺重的，他想去国外发展，我并不想去，两人在这件事上有了分歧。你爷奶性格强势又传统观念强，觉得我不以夫为天，加上结婚2年没怀孕，我跟他们起了一次大争执，后面为尊重他去国外发展，我主动提了离婚。他是不是特别听他妈的话，家里一切都是他妈说了算？那倒不是，他耳根子有点软，也不是事事都听他们的，在工作事业上很有自己的想法主见，他是很不擅长处理家里面的事，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，只是作为他的妻子会很累，会经常躲在屋里生闷气，到头来依旧落不得一句好，生活过得特别的憋屈，外人想象不到的那种难受。这种性格的男人有很多，在外人眼里他们是完美丈夫，能赚钱，性格脾气稳定，有追求，有理想抱负，事业心强，不知情的人很羡慕嫁给这种人的女人，可真实的生活就只有自己知晓了。玲珑，你想见他吗？不想。听您之前说的是，他应该不知道我的存在，这18年也从未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我想他现在应该也有新的家庭和生活，我就当没有这个父亲，日后也不去打扰他，我们母女俩过自己的简单生活。好，
妈户口的事情应该很快能办好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安排？是在坛城买套房定居吗？玲珑，我们先不买房，租个房子住吧，也许将来会离开坛城。回外公家那边吗？白玲珑直觉外公家遭难的事不简单，可又不敢问他，怕勾起他的伤心事。是该回去看看，该回去祭拜下他们。妈，您先别多想过去的事，先以身体为重，等将来身体好了，您再跟我说说外公家的事。我现在长大了，可以帮您分担了，不管肩上扛着什么，我都陪您一起合力扛起来。白水仙哽咽点头，滚烫的泪水从眼角滑落，强制压迫着隐藏在内心深处沉重的痛苦与仇恨。